果你想拍到人少一点的卫城的话，你就什么亮？和 Z 先生的蜜月开始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雅典。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泛雅典娜体育场，这里呢是第一届奥运会举办的地方，就感觉有一种神圣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然后这边呢，你看它的坐凳啊什么都是大理石做的，就是有一种高级感。而且你看它圆形的这种跑道啊，像我们现在体育场啊都是这种跑道嘛，然后它其实发源就是来自于这里。你看这边有2个专属座位，不知道是给谁坐的，可能是什么国王和王后之类的吧，我猜测啊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台阶，超级陡，就一开始这几节，感觉要爬上去的感觉。这里是不是应该配上一段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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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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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大呢，超级大。这一圈是多少米不懂，这一圈？400吧。800？没有800，400。一般标准是400。哦，标准是400。嗯。看这里地上有一个5环。预备，走。有请冠军吴小亮、大胖子。这就是宪法广场啦。就这广场感觉吧，还是挺寒酸的。来到宪法广场，你绝不能错过每小时1次的卫兵换岗仪式。穿着传统服饰的士兵小哥们，连抬腿都像在跳机械舞，超有仪式感。记得要早点来占个好位子哦。看这个电梯门，它是要你自己去开门的，有一点复古的感觉。Hello， 现在给大家做一下我们在雅典的 room tour。首先一进来呢，这边就是洗手间，这边洗手间我感觉还蛮现代化的，蛮好的感觉。然后嘞，这里有一个衣柜。打开这里有一个全身镜，然后就是房间部分啊，我觉得房间就真的还蛮大蛮宽敞的。首先这边里面是一个简易的厨房，你看还有微波炉啊什么的，冰箱。这里是一个小餐桌，这边就是客厅的区域，然后电视呢还有 Netflix， 然后就是床的部分啦。这边还有一面超大的镜子，是可以在这边化妆的。这家酒店的地理位置呢很不错，就是在宪法广场这边，到各个景点呢基本上也都是走路就可以走到了。
然后呢，它算是一家公寓式酒店吧，就在一栋普通的楼里面。我觉得性价比是很不错的，大概3个晚上才4万多日币，房间也特别的大，特别的宽敞。好啦，那今天我们的 room tour 就到这边啦，拜拜。终于来到雅典的天空之城卫城，站在这里，仿佛能听见众神在耳边低语。眼前这座雄伟的帕特农神庙，2500年前可是用2.2万吨大理石建成的超级工程，相当于2000头大象的重量。它的每一根立柱都暗藏玄机，微微向内倾斜的设计是古希腊人对抗视觉误差的建筑黑科技哦。这座优雅的建筑就是著名的伊瑞克提翁神庙，最吸睛的就是那6尊少女雕像柱了。传说这些雅典少女们自愿化身石柱，用自己的发基永远支撑起神庙的重量。不过现在看到的都是复制品，真品小姐姐们正在山下的卫城博物馆里避暑呢。欢迎来到雅典古代市集，这里可不是普通的菜市场哦。2500年前，苏格拉底可能就在这些橄榄树下和人辩论哲学，商贩们吆喝着卖橄榄油，政治家们吵吵嚷嚷讨论城邦大事，简直就是古希腊版的朋友圈加市政厅加网红打卡地3合1。2022 I draw the Acropolis for you. The great monument in your tiny book, the background. Hello， 大家，我们现在呢已经玩了一天，吃过晚饭，回到酒店了。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些感想吧。我们一大早呢就去了卫城，卫城真的是人山人海啊，就是人从众的感觉。所以我的建议呢是，如果你想拍到人少一点的卫城的话，你就早上一开门你就去，而且你进去以后呢，先不要看底下的那些景点，就一直给我往前冲，就是冲到卫城的最上面，赶在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去那儿拍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否则的话，像我们好像是8点半多出的门吧，应该是9点不到就到卫城了。然后我们上到那个最上面那个帕特农神庙的时候，哇，那已经就是超级多人，反正就是拍照的话也不太好拍，因为拍出来都是人这样子，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早一点去吧。然后呢，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晒。我就跟你说吧，如果说你来希腊没有晒黑回去的话，你就是没有来过希腊，好吗？卫城上面就有一些地方就是有不平整的那种石头路，而且是有些是比较滑的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穿好走路的鞋、球鞋什么的。
然后从卫城下来呢，它旁边有一个小山坡嘛，你可以上去，那边可以拍到就是远远的望过去的那个卫城。上面的话也全都是那种石头的路，就是有一些光滑的，就不太好走，不小心的话就会容易摔倒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穿好走的鞋。然后本来呢，我们是有打算要去卫城附近的有一个山叫什么费洛帕斯山吗？好像是。本来想去那个地方，好像也是就是可以拍到卫城的一个不错的位置，但是因为前一天晚上 Z 先生他刷到了一条某红书上面，就是说有人在那个山上面拍夜景被抢劫了。然后呢，在卫城上面其实可以看到那个山嘛，我们远远看过去好像也没有什么人那个山上，所以我们想了一下，就觉得还是不去了，安全为上。我们晚上去了狼山，狼山就是可以看到一整个雅典的那个市区的风貌嘛，可以在上面看日落啊，夜晚亮起灯的那个卫城，我们就是想去拍那个卫城的夜景这样子。然后那个狼山上面的那个观景台上也是非常多的人。我们上去的时候是打车直接开到狼山上面，走一段台阶，走到那个观景台上嘛。下来的时候我们是走路下来的，我们就发现我们走路下来的那条路上其实会有一些应该是当地人吧，住在那个路上面看夜景。其实那条路上的风景也是非常不错的，也没有什么遮挡，而且人很少，就是会比在那个平台上面人挤人的那种好太多了。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在那个平台上面拍照，去稍微下面一点的那个路上面，你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体验，非常好的景观，好吗？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人提到过，反正我刷那个某红书的时候是没有刷到这件事的。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在希腊了，明天呢我们就要回日本了，所以说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顿晚餐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预定了一家餐厅，它就在宪法广场这边，是可以看到卫城的。想说要来享受一下这个最后一顿晚餐嘛。它这家价格肯定是不菲啊，一道主菜大概就是50欧上下这样子，就它贵也就算了，但是它的菜量真的少得可怜，你知道吗？反正 Z 先生他已经决定一会儿吃完以后，他要去一家中餐厅去打包肉夹馍了。然后我们这2天其实希腊菜已经吃的有点腻了嘛，昨天和前天晚上我们都去吃了一家港式的餐厅，这世界上没有比中餐更好吃的东西了。反正就是你在这里吃的不是饭，是风景。OK， 风景。我点的这个呢，它的名字叫 Honeymoon， 我就觉得还蛮契合我们这次的主题的，所以我就点了它。它其实是有一点甜甜的感觉，里面放了一些就是水果啊，然后再加一些酒精这样子。但是我可能喝掉一半左右吧，就开始觉得有一点头晕晕了。对对对。这家餐的菜呢，基本上就是属于法餐。味道的话，我觉得是中规中矩的。如果说你是奔着吃美食，然后吃好的话，我觉得不要选这家。如果你是奔着看风景，然后享受一下比较别样的晚餐的话呢，可以来尝试打卡一下。然后呢，我浅谈一下希腊菜吧。希腊菜其实我们在圣托里尼那边吃的多一些。其实呢，希腊剧中那几样吧，就是我觉得它是偏中东风味一些，烧烤啊、皮塔饼啊那些，然后还有一些菜，就是我觉得调味什么的都不是很符合我的口味，所以说到雅典这边以后呢，我就觉得说我不想再吃希腊菜了，所以前2天就特地去找了中餐去吃，而且昨天和前天我们吃的都是同一家，我觉得那家味道还不错，我值得推荐一下，名字叫做大茶饭，它就在宪法广场附近，我觉得和我一样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。